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在中国的小红书上，有一个中国的粉红，他讲了在法国巴黎遇到的一对台湾人，然后他们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对话。这对台湾人坐在法国巴黎的杜乐丽花园，正在欣赏风景。这个时候呢，小粉红上去，他说觉得这对 couple 坐在这里很美好，就随手拍了视频，打算 AirDrop 给他们。就帮别人拍段视频，然后说我可以发给你。然后他上前说你好，你们是中国人吗？然后对方说不是。然后这个粉红就很奇怪，你会说中文，你又不是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对方说我们是台湾人。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粉红就呆住了，然后说想转身就走，但是他已经开口了，那就只能把话接下去。他说我拍了你们的照片跟视频，可以 AirDrop 给你们。台湾人听到之后非常开心，哇，太谢谢了啊，拍得非常好哎。然后这对台湾朋友表示感激，然后还表示自己的善意，说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你拍。结果这个粉红回了一句，我只需要你们承认你们是中国人。结果对方笑容凝固。这段对话不像编的，在小红书上他还把那对台湾 couple 的照片发出来了，虽然打了马赛克，他的标题是遇到台独算我自讨没趣，并且还在关键词当中写到了一个中国。别人对你施出善意，居然你还不领情。所以这些小粉红被洗脑之后成这个样子，就他们还存留一些人性，但是他们觉得党性比人性更重要，他们觉得共产党给他们灌输的那个意识形态比作为一个个人的人性更加重要，要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如果这个人不能赞同你的政治立场，那你就不用对他有人性，那你就不用对普通人一样对待他。那你到底想不想做一个正常人、文明人？人家认同不认同中国，或者说人家自认为自己是哪国人，有那么重要吗？对于这些粉红来讲就很重要，因为作为一个台湾人，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玻璃心就碎一地了，对不对？中国人脆弱的感情就受到了伤害了，所以说他们把这个看得非常重要。你不承认中国人，你十恶不赦，你就该死。共产党今天不再讲阶级斗争了，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是阶级斗争的方式，就是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那就是要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你们不是无产阶级，你们是资产阶级，那么你们就失去了一切做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我们叫专政你啊，专政的意思是什么？专政有很多方式专政，对吧？把你们关起来也算专政，把你们杀头也算专政，把你们进行思想改造教育也算专政。总之，你们不再是人了。你们对无产阶级政权或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群众来讲，你们就是被专政的对象，你就变成了奴隶，甚至比资产阶级社会的奴隶还不如。所以今天不讲阶级斗争了，但是这些粉红的思维模式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套，对吧？虽然不是用阶级来划分了，但是还是讲政治正确。这个政治正确过去是阶级，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现在变成了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你认可中国还是认可台湾，就变成这个了。或者说你支持不支持共产党，这也算是一种政治正确，对吧？你不支持共产党，你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你就是辱华分子，你就是台独分子，你就是等等等等一大堆的帽子给你扣上了。它这边是带有一种惩罚的意味，就是你是汉奸，你是走狗，你是卖国贼，这种词汇实际上不是像粉红五毛这种一种标签，只是告诉你他干了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立场是什么。另外一个标签是告诉你他是不是人，他是不是应该被正常的对待。我过去在中国生活的时候，身边有不少粉红，但是我不会在乎他们是不是粉红，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粉红，知道他们被洗脑了，知道他们从小接受这种教育，干别的事儿啊，我们还是正常干，对吧？正常的吃饭，正常的交朋友，其实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不会把你当做仇人一样对待，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没准还是能够被说服、被改造的，特别是当他们挨到社会的铁拳之后。但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看到我们立场是不一样的，他们就觉得我们是敌人，我们是境外敌对势力，他们立刻就有种防备感，这根本上来讲还是一种缺乏自信。所以看到这个小故事，我就觉得很有趣，就可以从这儿看到台湾人是多么的正常，既友善又客气还感恩。结果这个粉红却是极度的自卑和玻璃心，因为从小被教育的政治挂帅，政治正确第一名，所以到后边都不会说话了，都不会做人了，就是仇恨心理作祟。这是为什么到台湾你会觉得大家都很友善，都是没有那么强烈的防备心。但在中国你会发现每个人都防着对方，就算你不害别人，你也会想别人可能会随时害你。我们是预设别人都是好人啊，可能有坏人，提防一下。但是在中国是你要预设所有人都是坏人，你要经过判别才知道哪个是好人啊，哪个是朋友，你才会相信。
所以这就是中国跟其他国家的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不能不说是被共产党的这种几十年的思想奴役和这个高压统治所导致的结果。不过对于这些粉红五毛来说，越怕什么越会来什么，他们越怕别人会歧视他们、侮辱他们，他们越会受到别人的歧视跟侮辱。因为这些粉红遇到一些情况，他会立刻变成战狼，转成战狼模式。但你转成战狼模式之后，你会更被别人歧视或者说瞧不起。比方说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就发了一个圣诞贺词，做了一段小影片，结果妥妥的辱了这些中国粉红们。 Now it's time to see what Santa gives us. Freedom wine from Australia. Freedom scallops from Hokkaido, Japan. Wow, I love this. Freedom chocolate from Lithuania. Oh, I love this. This is freedom beer from Taiwan. This is gonna be very good. Oh, it's freedom fried rice. This is all the great taste of freedom. And to the freedom-lov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 want to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我觉得他身后再有一个青天白日旗就更完美了哈，就是每个元素都是敏感词，每个元素都是让这些中国粉红玻璃心碎一地。就是我倒觉得，我一直在强调啊，碎更好，玻璃心碎一点更好，就是受到这些打击越多越好，就是你打击多了，你才能觉得说，哦，原来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别人有跟你不同的意见，反对共产党统治，这是很正常的。当你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玻璃心碎了，你不会觉得玻璃心碎，你就变得成熟了啊，你就能够接受不同的事物了，你就去了解为什么他们反对，他们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共产党做的事情，不管是过去的历史还是现在的现实，到底是不是事实，慢慢你去了解，然后你就有了一个平常心，而且能够更公允啊，把过去被共产党单方面的一言堂所洗脑的，能够慢慢的清除，建立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常识和知识结构，进一步拥有批判思维能力。这是我过去慢慢成长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希望如果有一些支持共产党的从小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朋友看到这个影片，慢慢能够体会，不要再被仇恨冲昏头脑，要理解这个世界的多元化和博弈本质。这时候你再回过头去看过去的自己，或者过去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你就会觉得当时太幼稚太无知了。这是我翻看我中学时候写那些东西的一最大的感触啊！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我的节目，了解到这种成长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到了中年、老年，甚至都是这种粉红，这也没准儿。我看到小红书上还有中国人到了荷兰之后说，荷兰好落后啊！刚下飞机来的路上几乎看不到豪车，来到酒店楼顶看荷兰首都的全貌，就这都是些低矮破烂陈旧的老房子，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一国首都就这样子，可想荷兰有多落后，远不如我们国内的县城。而且据了解，当地人大部分工资也就1-2千欧元的水平，物价高得要死，很难想象这里的人生活有多么艰苦。这就是中国人对荷兰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的整个价值观是混乱的，是错误的，是认为高楼大厦才是代表着先进。他觉得楼越新，路越新，越是先进。路上没有豪车，说明你们这个城市，你们的人民是穷困的。就是他们在这个墙内的小世界长大，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们没有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他们因为那时候中国是一穷二白的，是赚钱第一位的拜金主义，所以他们的思想就完全是拜金的。就是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生长的环境，就给他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印象：赚钱是第一位的，钱代表了一切，有钱就有权利，有权利就有道理。中国社会是普遍浮躁，普遍拜金，就像过去西方19世纪一样，就是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落后，这种文明的落后，从这些粉红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描述上面就可以看到，他们来自一个落后的文明，这个落后的文明仍然认为高楼大厦才是幸福的生活。他们不知道在欧洲，包括在荷兰，很多的中产阶级远远比中国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有钱，但是他们不开豪车，甚至都不开车，骑自行车。他不知道这些人住在这个楼里边，虽然这个楼是很旧的楼，但是他们有历史价值，他们有文化气息。在楼里边，它的装修、它的布局，包括他们生活的这个场景，是有多少工艺品，墙上挂了多少画，对吧？而且说中国所谓的文明古国，但实际上所有东西都是新的。但是在欧洲却不一样，很多楼动不动就几百年的历史，虽然这个城市的建筑、街道都是很老旧的，
但是它处处显示出人性化，不管是对残障人士还是对老人、儿童，都有全方位的照顾。这些他们都不懂，他们只看有没有高楼大厦，有没有豪车。这不就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村的村民进了城，觉得一切都是太美妙了，对吧？我不知道写这个文章的人是不是来自于中国农村，但是这个思维模式是一模一样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好，他以为他看到的，在中国1、2线城市看到的那就是好。当然我可能好一点就是程度上好一点，那也是50步笑100步，我也是中国出来到海外的。虽然我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但是北京的经济水平跟东京跟多伦多至少我出国的时候是没法比的。但是我们那代人，我感觉就比现在这代人更加的平和，就更加的能够接受新鲜的事物。我们去慢慢的感知这个世界，然后慢慢的了解能够如何的去让自己更加进步。我不会像现在的很多中国粉红一样，你看到之后你不理解，但是你去调侃、去攻击、去讽刺，就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中国很了不起，中国的发展很了不起。你们这些欧洲国家、美国这些城市太落后了，都是大农村等等等等。就那个时候我们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现在的人，现在的年轻人却有这种极度自负跟自大的这种想法，那不就坏事了吗？当你不可一世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再虚心的求教了，就不可能一点一滴脚踏实地的进步了。所以今天中国社会为什么改革开放到今天戛然而止，为什么未来一定会走下坡路，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不愿意再进步了，他现在已经觉得中国发展的比其他国家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中共当局想灌输给中国年轻人的，就是厉害了我的国，我们国这么厉害，我们还有必要去向外国学习吗？什么东西我们自主研发，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天朝上国，物产丰富，什么没有啊？而这就是一个国家衰败的开始。但是这些人不管他们嘴上怎么喊，什么西方太落后了，人民生活太困苦了，但是数字会说话，数字不会骗人，对吧？看看统计数字一比较，差距有多大？哪怕是中国的近邻韩国，最近有一个消息说，韩国国土交通部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说到了2022年，普通的韩国民众必须不吃不喝 15.2 年才能在首尔市购置房产。这个统计一出来，很多中国人都拿这个跟中国做比较，在微博上面很多人都说才15年啊，说来算算中国人在北京买房不吃不喝几年，说北京上海 15.2 年够吗？普通上班族的薪水就算他1年10万，在北上广深不吃不喝50年也买不起。如果月入1万，在北京的房子500万，不吃不喝还得41年呢。他们韩国人好幸福哦，韩国人 15.2 年就能买房，还有这等好事儿。所以这些粉红五毛不管如何的叫嚣厉害了我国，最后他们还是会被残酷的冰冷的现实打脸。只不过我想最后再说一句，就是未来我们在大街上看到这样的粉红政治挂帅、意识形态完全被洗脑的中国粉红的时候，我觉得多一点怜悯，多一点同情，看到他们这些表现多一点理解，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同时如果能够改变他们最好，但是改变不了他们也没关系，远离他们，因为他们最终他们还是会被迫的改变。就像当年大清帝国那么多人想留着长辫子，不肯承认大清的江山马上就要灭亡，仍然幻想着大清末年的励精图治改革开放的洋务运动，结果怎么样？所有人要不然带着辫子入土，要不然被迫剪掉，最后就算你有万般无奈，辫子还是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